易传自伏羲画卦，是文字也是图画。那什么是易经呢？我们现在看到的易经多是周易，传说是周文王被纣王囚禁在幽里的时候所作。另外呀，据说还有连山易和归藏易，真正完整保存下来的目前只有周易。不过通过一些古代的易学文献的描述，连山易是以艮卦为主，归藏易是以坤卦为首，从它们的名称也可以猜出一二。而周易是以乾卦为首，也有人认为连山和归藏其实并没有失传，而是融入到了堪舆学和中医等方面了。易被认为是我们华夏文明的本源，易经一直被人们誉为群经之首，认为易经包罗宇宙万物的根本变化规律，它的原理被先贤智者所证实并运用，甚至所有的哲学思想在易经里面都能找到踪迹。那么该内容呢，仅是个人的理解表述，如有引起不适，且当故事观看。孔子在《易传》里面告诉我们，伏羲抬头看天象，低头效法于大地，观察鸟兽的活动轨迹和生活习性，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做八卦通神明之德，类万物之情。所以易经是先贤们效法天地自然规律，用简单易懂的符号来揭示这些自然法则，更好的来指导人们生活生存。作为后世之人，在学习易的时候，有必要抱着敬信的诚意来了解参悟。易经包罗了大道规律，阐述的时候会用到吉凶祸福，都是易的固有的道理。宇宙万物的变化规律是非常复杂的，周易用简单的方法来让我们了解这些原理和原则。学习易经前，先来看一下这个图，一般都称它为太极图。我认为呀，应该叫太极两仪四象图。这个圆圈表示太极，黑白两色代表的是两仪，也就是所谓的阴阳。这个像鱼一样的黑白两个图案，黑鱼中的白点和白鱼中的黑点代表阴中含阳，阳中含阴，也就是老阳少阴，老阴少阳这个四象的含义。这个图是二维平面的表示，我理解应该是一个球体，里面含阴阳两种能量，彼此相互转化变换，此消彼长的状态。用自然事物来理解的话，我认为水和火的关系比较相像。四象生八卦的变化关系可以用一年四季的变化来理解，像我们地球围绕太阳旋转，一年当中地球在太阳周围不同的位置，季节气候就有4种状态。由于地球是不停的运动的，我们在地球上面才能够感受到季节的变化。以我们北半球来说，距离太阳最近的时候就是夏至这一天，当远日点距离太阳最远的时候就是冬至这一天啦。由夏至日到冬至日这个时间段中间的位置，近日点距离太阳不远不近，就是秋分的这一天。由冬至日到夏至日的这个时间段，处于中间位置的时候就是春分日，这个便划分出来了4季，也是四象的一种体现。由于地球围绕太阳不停的运动，季节的变化会有滞后性，因此我们华夏先生在这4个季节的每个中间位置又划分了立春、立夏、立秋、立冬4个节气，也就是四象生八卦的状态描述。所谓卦，也就是所谓的8个比较大的自然现象挂在那里，每年都在周而复始，在这个8个时间段中间分别加上2个节气，就组成了我们熟知的24节气。这也是指导农业生产的重要文化工具，也是华夏天文学的基础知识。再套用到地球的自转的周期规律，是不是也能划分出24个时间段？当然我们古人是把一天分成了12个时辰，现在为什么用的是小时？就是相对于12时辰的大时而言的。时和辰代表了一天不同时间段的变化，时是指白天的时间段，辰是指夜晚的时间段。一年中时和辰的长短也会随着地球在太阳周围位置的不同而不同。如果明白了这个规律，就可以明白为什么古人说其大无外，其小无内的道理了。有了这样的变化，卦象也就有了运行的过程。古人呢，把这样的变化过程称为气运。有了气运，也就有了数字，有了位置，有了时间，也是学习易经要明白的。由现象发现里面的数量，再总结出道理，再推导出现象，循环往复。那如何来理解这些数的关系的变化呢？就不得不学习理解河图的道理了。我们下一集来说一说河图。河图上的白点和黑点到底代表了什么意思呢？我们先来看一下河图的这个画，
下面一个白点和6个黑点，上面2个黑点和7个白点，左边3个白点和8个黑点，右边4个黑点和9个白点，中间5个白点和10个黑点，这个就是河图。我们会发现呀，这些圆点代表了1、2、3、4、5、6、7、8、9、10个数字，而白色的圆点对应了1、3、5、7、9这5个奇数，也就是阳数。2、4、6、8、10黑色圆点代表的5个偶数，也是阴数。那为啥1和6、2和7、3和8、4和9中间5和10排列在一起呢？细心观察我们会发现1加5等于6， 2加5等于7， 3加5等于8， 4加5等于9， 5加5等于10，都是加5或反过来减去5得到对应的数字的组合。因此有一句口诀我们要记住：天一生水，地6成之；地2生火，天7成之；天3生木，地8成之；地4生金，天9成之；天5生土。这便是五行的生成之数。那为什么是五行的生成之数呢？咱们先来看河图，内圈的1、2、3、4加上中心的5，分别生成了外圈的6、7、8、9，因此6、7、8、9是成数，而这个5就起到了转化的作用。甲骨文的5是这样写的：上下2横线代表了天地，中间交叉的2条线代表了阴阳在天地间相互交合作用，化生成万物。那为什么没有10呢？细想一下就知道，一旦到了10，是不是就要进一位了？因此周易的思想里没有10这个概念的，遵循的是天道以9治，地道以8治，人道以6治的原则，就形成了9宫8卦6爻的概念。再来看，再多再大的数都在这个10的数的基础上成立的，也就是有了这10个数，万物都可以度量算数了。阳数1、3、5、7、9相加的合数是25，阴数2、4、6、8、10相加的合数是30，阴阳之数的和相加是55。因此古人说天地之数50有5，就是所谓万物之数皆由天地之数化生而已。接下来是另一个口诀：1、6共宗，为水居北；2、7同道，为火居南；3、8为朋，为木居东；4、9为酉，为金居西；5、10同土，为土居中。这就是五行数：水1、火2、木3、金4、土5。古人把这个叫小炎之数。1、3、5是阳数，相加的和是9，所以9是阳极之数。2、4是阴数，相加的和是6，因此6是极阴之数。这也是为什么6画卦阴爻叫初6、62、63、64、65上6，阳爻叫初9、92、93、94、95上9的原因。6加9等于15，也就是阴阳相加的和是15，所以转化成洛书后，纵横相加的和是15。河图可以说是气未动之前的状态，洛书是气已动后的状态。后面我们再说河图和洛书的关系啊。6乘以9等于54，减去5这个中数得49，这也是为什么食草取卦用49数的原因。那为什么五行要用水火木金土来表示呢？是不是我们一般认为的5种物质呢？我认为呀，也对也不对。为什么呢？因为这5种物质能代表五行的属性，但五行不仅仅是这5种物质。如果对于物理化学知识比较了解的话，或许更能明白其中的道理。我们今天就不说那些专业的学术词汇了，五行是5种物质，也是5种能量，也是5种微粒结构。怎么理解呢？先来说说天一生水，地6成之，水性结构的物质都是6个单位一合，例如雪花、冰晶、盐晶等等。地2生火，天7成之，这个结构呢比较的松散，结合之后容易产生热，例如气体到液体，液体到固体都是释放热量，特点是外围大而且对称，很像2个翅膀，但比较小，所以是朱雀。天3生木，地8成之，这个组合也是比较松散的，结构分散成阳性不实，合起来成阴性还是比较牢固的。树木是最能代表这个特点的，树木生长的又粗又长，因此用青龙来形容。地4成金，天9成之，这个结构是内核紧密，外部较为松散，延展性好，密度大，主要是金属。一般来说呢，短小结实，拉长就会弯曲。生活中常见的钢筋和钢管，同样的粗细和长度，就能发现它们的软硬是不同的。天5生土，这个就很好理解了。我们所认知的，一般都是从这个大地上来的，不管是草木、山水、金石，就是我们人也是不能离开大地的。5可以是1加4或者2加3，这个4个数相加是10，所以也代表了中心的起点，一切土里生，土里长，土里死。
这里由于篇幅有限，河图的叙述暂时只能说一点点的参考理解的方法。河图的寓意极多极广，玄妙无穷，深奥无尽。多参悟理解这些数的原理，把这个方形的河图变成圆形并运动起来，我们会发现洛书就会出现。因此有河图为体，洛书为用的说法。就像河洛大旨上说，河洛二图所重，在变化之力。洛书者，河图之变；河图者，天地之变。河图以二气之变而五行出，洛书则五行之变而9宫分，此亦见者也。下一集我们来说说河图和洛书的关系。前面聊了河图上面黑白点代表的10个数，以及这些数的关系属性等等，这些都是河图为体的意义。那洛书为用和河图是什么样的关系呢？我们先来看洛书这个图，带9履一，左3右7，2 4为肩，6 8为足。以前看这个图的时候真的是一头雾水，就知道横竖斜每3组数相加是15等等，还有一些算术的规律，但也不能明白其中的道理，无非是能感觉到因为和都是15，是一个平衡的状态。这些数的加减乘除啊，还有很多人的算法公式，让人更是越学越乱。你之前是不是也有这个感觉呀？当然了，因为河图洛书的玄奥，各种解释都有。今天呢，我就按我理解的视角来解释一下河图和洛书的关系。把我的视角拉到太阳系的角度，地球围绕太阳运动一圈，就产生了1年的时间概念。地球与围绕太阳运动的黄道面大概形成23.5度的倾斜角。这样呢，南北半球就因为1年中距离太阳远近不一而形成了4季的变化。在北方的天空有一颗北极星，1年4季始终在那个位置，正是地球倾斜对应的方位。所以地球自转1天，北极星还是在那没有变化。在北半球，我们的古人经过长期观察发现，天空中的其他星辰都是围绕着北极星在做周期运动。例如太阳在1年中每一天的升降都在南边的天空，由东方升起再到西方落。北斗星在1年当中烧饼所指向不同的方位，季节也有所变化。就这个说法，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古人说的天圆地方，那个天并不是指天空，地也并不是指大地。天圆应该是指天体也好，时空也好，四季也好，都是像一个圆一样有周期的规律。地方呢，是我们站在大地上，以自己的位置为中心点，环顾四周，是不是就有了四方的概念？以太阳为中心，环顾四周，围绕太阳运动的行星，是不是也在一个平面上，也就有了四方的概念呢？维度再来放大，以银河系的中心环顾四周，是不是围绕银河系中心运动的天体也在一个大的平面上，也有四方的概念？再把视角拉回地球的角度，以天空的北极星为中心，北斗七星的斗柄分别指向这个24节气原图的冬至、春分、夏至、秋分这4个节气，它们中间的这4个时间段就有气的运动变化。冬至到春分的时间段，气是上升的状态；春分到夏至，气是浮动的状态；夏至到秋分，气是下降的状态；秋分到冬至的时间段，气是低沉的状态。就这样周而复始，也就是古人所说的阴阳二气升降形成的生长旺衰的能量消长的变化规律。如果不明白阴阳二气的状态，可以用生活中的一些现象来理解。例如在我们这个地方呢，夏天呢地表非常热，而地下室虽然没有任何制冷设备，但感觉却是阴凉阴凉的。到了冬天，地表寒冷，地下室呢却比较暖和。再例如，如果用过农村的压力抽水井的话，也会知道冬天抽出的井水是温暖的，俗称井温水；夏季抽出的井水就是冰凉冰凉的。小时候没少用这样的水来冰西瓜啊。这就是阴阳消长变化的现象，这个道理就是阳气上涨，阴气就消退；阳气消退，阴气就上涨。从这个变化就能理解阳顺阴逆的道理。我们知道太阳在南部天空最高的位置时是夏至日，最低位置时是冬至日。白天和黑夜长短相等的时候是春分日和秋分日，白天最短黑夜最长的时间是冬至日。过了冬至，白天逐渐增长，黑夜也逐渐减少。相反呢，夏至日是白天最长黑夜最短的一天，过了夏至日，白天逐渐减少，
黑夜逐渐增长。春分日是指阴气和阳气相等的时间，过了春分，阳气旺盛，阴气内收。秋分日正好相反，过了秋分，阳气内收，阴气逐渐旺盛。所以观察一年内的阴阳二气的变化过程，只需要观察夏至、冬至、春分、秋分就可以了。古人经过长期观察，北斗七星的斗柄指向东北方向的时候，大地开始慢慢回暖，万物复苏，春天就来临了。当斗柄指向东南方向时，夏天就要来临了；指向西南方向时，秋天就来了；指向西北方向时，冬季就来临了。那有人要说了，这和洛书里面的数字有什么关系呢？别急，我们知道了冬夏两至和春秋两分，阴阳二气的变化规律，就可以把河图里面的阴数和阳数与之对应起来。冬至是阳气最弱的时候，也是最小的时候，但是冬至一阳生，阳气开始发动，而阳气最小的数是1，因此北方冬至这个位置就是数字1。到了春分东方的这个位置，阳气处于要多于阴气而还没有多于阴气的时候，阳数3就是这个时候阳气向上上升的位置。到了夏至，阳气属于最旺盛的时候，而9是阳数最大的数，南方夏至的这个位置就是9。到了秋分，阳气开始消退，但是还要多于阴气，因此西方秋分的位置就是7，也就是逢七必变的道理。这个时候其实阴气是在上涨的状态，就是你少了我就多，你多了我就少这样的状态，因此就有了阳顺阴逆的说法。根据河图推演出，6是极阴之数，在过了秋分后，阳气逐渐消退到极点，而阴气增长到极致点，因此在洛书西北立冬的这个位置就是数字6。夏至到秋分立秋的这个时候，阳气刚要消退，阴气也刚要增长，因此就用最小的阴数2来代表西南立秋的位置。春分到夏至的这个时候，阳气要多于阴气，因此就用4这个阴数来代表立夏东南的这个位置。冬至至春分的时候，由于阳气刚生发，阴气虽然在消退，但是要多于阳气，所以在东北立春的位置用阴数8来代表，这就是洛书为用的道理。当然了，还有很多种理解解释，我就不在这里过多聊了。河图是如何推演先天八卦，八卦为什么这样分列在洛书9宫内，我们后面的视频慢慢道来。喜欢我的视频，请关注收藏起来，非常感谢您的支持。通过前面所聊的，我对河图洛书的理解是，华夏先民通过对太阳这一年的变化，总结出了4季的变化，并划分出了24个节气，也就是阴阳二气。通俗讲就是冷热的感受，在这24个时间段的变化规律，还有就是阴阳二气在一天中的变化规律。河图对先天八卦推演和洛书对后天八卦的推演又是什么道理呢？我们接着来聊。我们华夏先民通过长期的观察，发现月亮从月缺到月圆，再从月圆到月缺，重复了12次后，正好大概是一年4季的变化规律，因此把一年划分了12个月。因为是在地上的变化规律，就用了12个字来命名：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所谓12地支，当然了，12地支在一年的排序方法是另外的道理，这里先不做讲述。那10天干是如何由来的呢？还是要回到河图上来。前面我们也聊了，河图上面的黑白圆点代表了从1到10的10个数字，是最自然本源的10个数，因为有了这10个原始的数，才能度量万物。因此古人就依此用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10个名称来代表这10个数，把河图分为5个区域：16为北为水，27为南为火，38为东为木，49为西为金，50中央为土。4周阴数28合时，46合时，阳数19合时，37合时，加上中间10和5，合数55。是不是感觉哪里有些不对呢？是不是阳数的和比阴数的和少了5呢？按照平衡的原则或者能量守恒的定律，阳数要小于阴数就不能达到平衡了，对吧？所以我理解河图是用平面表示，但是我们应该把河图立体来看，把太极看作一个球体，河图里面那个中心的5个白点是2层，只是平面表示的时候向下俯瞰时被前面5个白点遮挡住了，所以一共是10个白点，就像中心位置10个黑点一样，各5个，这样才能对称，达到平衡。外层的阴阳数就可以围绕中心，此消彼长的运动变化了。也就是说，在一个太极里面，一共分布有30个阳点、30个阴点、
中心位置10个黑点10个白点，一共20个点，其余40个点20个白点和20个黑点分别分布在这个太极球内的上边和下边，也就是所谓的天地。这也是为什么天干地支相配，阳干配阳支，阴干配阴支，一共是60组，阳干支30组，阴干支30组，60年一个华甲，一个循环的道理。也就是说，中心起点位置有10个黑点和10个白点，其他的40个黑白点，白点在上面分为19一组，37一组，下面黑点分为28一组，46一组，这就体现了四象的概念。阳数1、3、7、9是四象，阴数2、4、6、8也是四象。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图，就更好理解四象的概念了。1、3、7、9是阳数逐渐变大的过程，2、4、6、8是阴数逐渐增长的过程。从这个图上面我们就可以看出，最大的阳数是9，就是老阳，最大的阴数是8，就是老阴。老阳与老阴此消彼长的过程，就产生了少阴和少阳。这个少阴和少阳的变化呢，其实是一种同样的状态。这就是为什么老子在道德经上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道理。再看这个图，1和6，阴数大于阳数就是少阴；2和7，阳数大于阴数就是少阳。在这里呢，要说一个概念啊，就是从太极到阴阳爻，再到四象，再到八卦的爻象，不是单纯的叠加态。这一点我们学易经一定要明白。例如，我们远看是一个人，走近后看清是男是女，再细看有胳膊有腿，有头有肩膀等等。再如一块金子，看着是金黄色的，放大观看里面有分子结构，再放大有原子和电子结构等等。一年呢也是一个整体，有冷热的现象，再细分为四季的变化，再有节气的划分，说到底就是一个整体的变化过程。所以要明白这个道理。我们都知道，事物的发展变化是均匀由内而外的过程，再在四象的下面加上对应的阴阳数的爻象，就是老阳这边下面加入9这个阳数为阳爻，成为了三化卦乾卦；加入4这个阴数为阴爻，成为三化卦巽卦。老阴这边呢，加入3这个阳数为阳爻，成为三化卦震卦；加入8这个阴数为阴爻，成为三化卦坤卦。少阳这边呢，加入7这个阳数为阳爻，成为三化卦兑卦；加入2这个阴数为阴爻，成为三化卦坎卦。那少阴这边呢，加入1这个阳数为阳爻，成为三化卦离卦；加入6这个阴数为阴爻，成为三化卦艮卦。这样八卦的本元数就推演出来了：9是乾卦，8是坤卦，7是兑卦，6是艮卦，4是巽卦，3是震卦，2是坎卦，1是离卦。那你要说这些八卦的本元数有什么意义呢？其实啊，这些本元数是阴阳二气在先天八卦中一年的生长旺衰的状态体现，和阴阳二气在后天八卦一天中的生长旺衰多少的状态体现。下一集我们接着聊这些卦的本元数在先后天八卦的关系。什么是先天八卦呢？我们先看这个图，由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排序出来先天八卦：乾1兑2离3震4巽5坎6艮7坤8。但是这样的排序我们不容易看到阴阳二气的此消彼长的变化。把这个图变成圆形或是9宫格的样式，就好理解阴阳二气的变化周期规律了。乾1兑2离3震4巽5坎6艮7坤8。再把这个两仪图放入9宫格内，是不是就比较直观感受到阴阳二气的变化状态了呢？然后再把我们前文推演出八卦的本源的数，根据先天卦位带入9宫格内，在这个位置画一条横线，我们会发现左边的阳数相加的和是20，右边阴数相加的和也是20。再把24节气的周期原图标注上，就会发现正好是立春以后和立秋以后的分界线。这里面八卦的本元数正是代表了阴阳二气在一年中的变化规律。如果平时细心观察过一年气温变化的话，就可以理解，从立春开始，立春的几天气温会突然的温暖起来，然后就随之会再下降，直到清明过后，气温才逐渐的温暖并炎热起来，然后到小暑大暑时节的闷热。通过观察这个本元数的排列3、1、7、9，就能理解这个气变化多少的状态。再说立秋，俗话说立秋之日凉风至，立了秋把扇丢。立秋后温度虽然还是热，
但是昼夜的温差就比较明显了，而且一般情况下，立秋前后几日气温会突然下降，接着会再升温，到秋分的时候，秋老虎又热了几天，到秋季的寒露时节彻底寒凉，再到冬季的小雪大雪节气，气温彻底寒冷。我们再看八卦本元数的排序，就可以体会理解阴阳二气变化多少的状态。所以我理解先天八卦的排序就是冷热现象，也就是阴阳二气在一年中此消彼长的变化规律的状态体现。前面我们已经聊了，洛书的数是河图阴阳数在一年四季中阴阳二气在地球自转变化状态的体现。我们再把后天八卦在九宫的排序配上八卦本源代表的数，就会得到这样一个图。在这里画一条直线，我们会发现上面代表阴仪，下面是代表的阳仪，上面数字相加是20，下面数字相加也是20。这些本元数的变化正是一天内冷热变化的规律，也就是阴阳二气在一天的变化规律。怎么理解呢？按照平常的天气，太阳升起后，这个时候感觉是比较清爽的。上午的这个时候，虽然太阳徐徐上升，户外的温度逐渐增高，但是屋内仍然是感觉凉爽。到了中午，太阳炙热，但是树荫下面依然凉爽。可是到了下午就不同了，无论是太阳底下还是树荫底下，哪里都是热感非常。傍晚太阳落山，这个时候其实是热感最盛的时候，夏天是最能有这样的感觉。到了子时，也就是晚上11点到第二日1点钟，温度才降下来。1点到3点的这个时候，感觉就比较凉了，或者是冷了。3点到5点的时候，会有一点温热。如果夏天室内不开空调，就能感觉到这样的变化，然后再次循环。在这些本元数的排列，就能观察到阴阳二气在一天内与地表地层内的变化规律。那理解了八卦的本元数，在先后天八卦的排序有什么意义呢？就在于无论是河图1到10，洛书1到9，还是太极1生2，还有八卦4一化8，都是一样的，都是一体的。一两仪，也就是阴阳平衡，互抱周行，一消一长，一盈一虚。气至中始就可以看到数的进退，就能理解太极是说明气的升降状态，河图洛书是说明气的成出变化，卦则是综合了这两者的象意。所以说卦是取象意，并不是务实的东西，是虚化的。卦虽然只有64卦，却可以类象万物。伏羲画卦开始于八卦，最初是止于3爻，以符合洛书的象意分列八方。河图的数以生成之数，也就是奇数和偶数来推演太极阴阳二气的消长，设立爻象，卦体就成立了。乾坤两卦代表阴和阳，是正对立的。以坎卦两边阴爻中有阳爻，离卦两边阳爻中有阴爻，同于乾坤两卦位列四方正位，也就是所谓的四正卦。震兑巽艮位列4隅，由震卦到兑卦是阴消阳长的状态，由巽卦到艮卦是阳退阴升的状态，坎卦和离卦是介乎这两个状态的中间。这样八卦就各归各体，各称其用的道理。所以依旧是太极阴阳并行之象，不是各居一方的静态，而是变化多端循环往复的运动着，不是截然划分两端的状态，而是一消一长，一升一降，一盈一虚，一错一综，交合而有得的状态。阴阳二仪，自阴之开始到阴之终了，阳之消退到阳的盈息，都是加减乘除的状态。在这个此消彼长的过程中，两仪地分为4，四象地分为8，于是八卦就成象了。再推64卦，384爻，各有所象，有合有分有变化，得事物就可以以事物象意推演变化规律。